我的儿子3岁了，却跟老公长得一点都不像。公公处处怀疑，偷偷带着我的儿子去跟他做了亲子鉴定，结果显示爷孙俩竟然真的没有血缘关系。公公恼羞成怒，对我破口大骂，还扬言要掐死我们。老公也狠狠地甩了我一巴掌：“你这个不要脸的女人，居然让我给外面的野男人白养了3年孩子！”看着他们的嘴脸，我甩出公公和老公的亲子鉴定报告，两者并不具有亲生父子关系。公公和老公当场傻眼。我轻笑道：“谁不是亲生的还不一定呢。”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接到公公的电话时，我正在公司加班，忙得焦头烂额。那头传来他几近咆哮的声音：“周依林，你这个不要脸的女人，现在立马给我滚回家，快点，不然可别怪我把你做的丑事宣扬出去。”没等我回话，公公就挂断了电话，只剩我一头雾水地坐在工位上，刚好手头的工作收尾。我提起包匆匆往家赶，一进门就看见公公端坐在沙发上，桌上还放着2张纸，上面的字密密麻麻。我没有在意，换了鞋看向他：“爸，什么事这么着急？”公公冷嗤了一声，愤愤地看着我：“你自己干了什么好事，你不知道，非要我来戳穿你吗？”我没了耐心：“我不知道，你有话就直说。”下一秒，公公就将那2张纸狠狠地摔到我的脸上：“呵，你自己看吧，我们家真是倒了血霉了，才娶到你这样的媳妇。”我低头看去，就看见纸上赫然印着的一行字，两者并不具备血缘关系，而报告的上面写的是公公和我儿子李伟安的名字。我诧异地抬起头，后知后觉地反应过来，公公居然带着安安去做了亲子鉴定。我又气又恼，忍不住回怼：“爸，从安安出生你就一直念叨着她和李渊长得一点也不像，我只当你随便说说的，从没跟你计较过。但李渊都从没说过什么，你怎么能偷偷带着安安去做亲子鉴定呢？他才3岁。”公公丝毫不讲理，朝我怒吼：“我做亲子鉴定怎么了？要不是这样，还不知道你干的这些好事。你给我说清楚，安安到底是你和谁的野种？居然还让我们李家帮你养了3年，真是丢死人了！”也就是小渊老实，要不是我脑子灵光，还不知道要被你诓骗多久呢。我努力平复着情绪，耐心解释：“爸，我确信安安就是李渊的儿子，也是你的亲孙子。我更没有做什么对不起李渊的事。这个报告绝对有问题。”见我不承认，公公恼羞成怒，他将手里的杯子扔到地上，指着我的鼻子破口大骂：“你还不说实话！这个报告是我带着安安亲自去医院抽血化验的，怎么？难不成医院是我开的？还能帮我造假不成？你要不信，我可以带着安安再去做一次。”我没有说话，仔细盘算着是哪里出了问题。安安怎么可能跟公公没有血缘关系？这时，婆婆也提着菜进来了，见屋里气氛不对劲，忍不住问：“这是怎么了？”我就出门买了个菜，怎么乌烟瘴气的？你们俩吵什么呢？公公没好气地说：“你当初亲自挑选的儿媳妇可了不得了，让我们白白帮别人养了3年的孙子，真不知道你当时的眼睛长哪儿去了。”婆婆愣了下，随即看见地上扔着的报告，我看见她脸上一闪而过的慌乱，正在纳闷，婆婆就抬手扇了我一巴掌：“安安不是我们的亲孙子，你怎么能做这样的事情？我们家小渊对你不薄吧？你怎么干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啊？”公公也附和着：“你给你爸妈打电话，我倒要问问他们是怎么教育女儿的。
你干这些上不了台面的事情，就不怕遭报应吗？我强压着内心的情绪，我再说最后一遍，安安就是李渊的亲儿子。你们要是不信，等李渊回来再说吧。大不了让他和安安再去做一遍亲子鉴定。公公没有接话，只是瞪着我。婆婆赶忙斥骂我：“你干了见不得人的事，还这么理直气壮！就算是小渊回来，他也不会原谅你的，还做什么亲子鉴定？这结果不就明晃晃地摆在眼前吗？安安要是小渊亲生的，怎么会和你公公没有血缘关系？等你和医院串通在一起，继续诓骗我们吗？”我正想辩驳，就看见安安从房间走了出来。爷爷奶奶、妈妈，你们在吵什么呀？晚饭好了吗？看见他出来，公公像是失去了理智。谁是你爷爷奶奶？别乱叫，还不知道是哪家的野种呢？你给我滚出去！安安根本没有见过这架势，扑到我的怀里就开始痛哭。完全不知道平日里最喜欢他的爷爷奶奶为什么突然变了脸。他的哭声响起，公公更是烦躁，他一把将安安甩到沙发上，还掐住了安安的脖子。你还给我哭，是不是平时给你好脸太多了？你给我滚出去，去找你亲爹去，别待在我们家。婆婆站在一旁愣神，不知道在想什么。眼看安安已经满脸通红，我连忙上面使劲掰开了公公的手，这才将安安护在身后。我的眼泪忍不住往下掉。有什么事我们等李渊回来再说。安安是不是他的亲生儿子，他自己会有判断。公公这才收回手，瞥了我一眼，没有再说话，自顾自地回了房间。我抱着安安回了卧室，将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发消息告诉了老公。可让我意外的是，他什么都没有多说，只是回了我4个字：我赶回来。看着这冷冰冰的4个字，我的心里莫名有了一种不好的预感。老公进门时已经接近凌晨了，听见外面的动静，我小心翼翼地给安安盖上被子，就关上房门出来了。看见他，我的委屈更是一股脑地冒了出来。你知不知道爸今天是怎么对安安的？事情还没弄清楚，他差点掐死安安，还说要将我们赶出去。你管不管？要不是我在旁边，你有完没完？我刚进门，能不能让我歇一会？对上他淡漠的双眼时，我的心凉到了极点。鉴定报告还静静躺在桌上，可他没有半点想要看的意思。在我看来，他好像默认了这个结果。公公和婆婆2个人也循着声走了出来。小渊，你可算回来了，你再不回来，这个家就要散了。你自己问问他，到底生的是谁的孩子？婆婆率先开口，公公铁青着脸没有出声，只是恶狠狠地看着我。半晌，老公才开口：孩子呢？他说的是孩子，不是安安。意识到这一点，我瞬间明白了，就连他自己都不相信安安是他的亲儿子。我深吸一口气：李渊，我们结婚4年，认识6年，你不了解我是什么样的人吗？就算你不相信我，也不能不相信安安。老公顿了顿：4年而已，能证明什么？更何况安安从一生下来就长得不像我，周围人都这么说，你让我怎么想？我彻底哑言，根本不知道要怎么跟这一家人继续理论下去。好，既然你们都不相信安安是你的亲儿子，那我们就去医院再做一次亲子鉴定。现在就走，我去叫醒安安。说完这句话，我正想往卧室走，下一秒就被老公抓住胳膊，他将我甩在一旁，语气里满是怒意：够了没？你还想闹到医院去？还嫌现在不够丢人？你是不是想把这些丑事昭告天下，让所有人都知道我在给别人养儿子？我觉得好笑，有什么好丢人的？我问心无愧，
你们不是不相信吗？那就再鉴定一次。寂静的夜里，我的声音格外清晰，格外坚定。老公刚想开口，婆婆就突然插话进来：“还去医院做什么？这份报告不就是现成的答案吗？难道你想说你爸平白无故冤枉你不成？还是你早就在医院做好了准备，就等着我们上钩呢？你骗我们这么久还不够吗？”听着这斩钉截铁又丝毫没有逻辑的话，我不可思议地看向婆婆。她平日里温和耐心，根本不像这种胡搅蛮缠的人。她这是怎么了？我攥紧了拳头，知道现在无论我说什么，他们一家人都不会信的。空气陷入沉寂，许久，老公才拿起了桌上的亲子鉴定报告，随意瞥了一眼，他朝我扔过来。上面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，安安和爸没有血缘关系。他要是我的亲生儿子，怎么会跟爸没有血缘关系？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还是你觉得这是医院伪造的？我咬紧了牙关，这份报告我不知道怎么回事，这里面一定有问题。你要是相信我，就跟安安再去做一次鉴定，结果出来就都清楚了。老公冷笑了一声：“你不会觉得在你和我爸之间，我会更相信你吧？”听见这句话，我整个人都僵住。尽管早就知道他不会相信我，但亲耳听他说出这句话，还是心寒到了极致。我也不想再辩驳下去了，索性直截了当地问：“那你现在想怎么样？把我们从这个家赶出去吗？”闻声，公公怒气腾腾地站了起来。你终于承认了，是不是装不下去了？我就说小渊从一开始就不应该娶你进门，白白替别人养了3年儿子，你拿什么赔偿我们？婆婆也附和着，就是我整天起早贪黑的，拿你们娘俩当亲生的对待，到头来居然是这结果，你的良心呢？我忍不住大声反驳，我什么时候承认了？你们一家人不要胡搅蛮缠，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我说什么，你们都不会信的，不是吗？啪！我的脸颊火辣辣的疼，老公的手还悬在半空，他怒气冲冲地看着我。我最后给你留点脸面，你跟我说清楚，安安到底是你和谁的孩子？不然这些丑事传出去，最丢人的是你。我摸了摸红肿发烫的脸，笑得嘲讽：“那你就传出去吧，我身正不怕影子歪，随你们怎么说。”老公揪住我的衣领，语气很厉：“你给我戴了多少年的绿帽子，还不让人问了？你不嫌丢人，我还嫌丢人呢。真是瞎了眼，才会娶你这种女人。”我闭了闭眼：“那就离婚，跟你们这一家人，我没什么好说的。安安归我。反正你们也不认他，见我先提出离婚，老公彻底被激怒。你还好意思主动提离婚？你带着你的野种从这个家滚出去，现在就滚，多看你们一眼都恶心。我就应该在你刚生下他的时候掐死他。认识6年，我从没听李渊说过这么恶毒的话。见我站着不动，婆婆率先冲进了卧室，3两下将我所有的东西扔了出去。巨大的动静吵醒了正在睡觉的安安，她哭着从卧室里跑出来，见老公在家，扑到了他的怀里。爸爸，你回来了，我可想你了。安安话音刚落，老公就一把将她甩了出去。砰！安安完全没有反应过来，头磕到了桌角，一股鲜血冒了出来，随即响起的是她的哭声。我后知后觉地抱起安安，看着她痛哭的样子，心头一阵刺痛。李渊，你怎么能对孩子下手？他才3岁，你还是人吗？他淡淡地看了眼安安，还不知道是哪家的野种呢，有什么下不去手的？我的脸都被他丢完了，没掐死他都是我心软，你有什么资格指责我？客厅里一片沉寂，我也彻底认清了这家人的嘴脸。公公站起身，指着门：“
还不滚！大晚上的见了血，真是晦气死了！摊上你这样的媳妇，我们家真是倒了8辈子霉。婆婆将我的证件扔到地上，听不懂人话吗？带着你和你的小野种赶紧滚！安安还在哭，我抹了抹她的眼泪，站起身，最后看了眼这家人，李渊，你们会遭报应的。我扔下这句话，就抱着安安离开了这个家。临关门前，我都能听到里面传来的絮絮叨叨的咒骂声，一句比一句恶毒，一句比一句脏，狠狠地扎在我的心上。去医院给安安包扎好伤口后，我带着她临时住进了宾馆。安顿下来时，天已经快亮了，安安又睡了过去。我望着她的脸，陷入沉思。尽管安安和李渊长得的确不像，但我根本就没有和别的男人接触过。这个孩子绝对是李渊的。可是安安为什么和公公没有血缘关系呢？按理说，孙子和爷爷之间是具有1/4的血缘关系的，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？我仔细回想着那份报告，上面有医院的公章，还是市里有名的公立医院，那份报告不应该有错，所以问题肯定在公公和安安身上。思来想去，我还是决定去医院亲自问问。第2天，我将安安送去幼儿园后，就来到了医院。医院的墙上还挂着各种血型遗传以及亲缘关系的结构图。等待的间隙，我随便瞥了2眼，却意外发现了一个秘密。我之前看过公公和婆婆的体检报告，他们俩都是 O 型血，按照墙上的结构图，他们的孩子也只能是 O 型血，不可能是其他血型。可我清晰地记得，李渊前半年就在公司统一做过体检，当时的表格还是我帮他填的，上面显示他是个型血。他怎么会是？我愣了2秒，猛地意识到了问题出在哪里。难怪婆婆会一反常态，一个劲地怂恿他们将我赶出去，还3番2次地阻止李渊和安安重新进行亲子鉴定。原来是他自己心里有鬼。想到这里，我忍不住笑出声。这是什么电影情节？这么狗血的剧情都能出现在我自己身边。要是公公和老公知道了真相，那李家可就精彩了。回想起他们对我和安安的所作所为，我默默攥紧了拳头。我就知道上天是公平的，不会让我和安安白白受这么多委屈。主意打定，我找了家律师事务所，将我的个人财产做了公证，还拟好了一份离婚协议，准备再回家一趟。除了让李渊签字，我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要做。我进门时，他们3个人都在家，客厅里满是酒气，乱得不成样子。见我又回来，婆婆果然先坐不住了，她连忙站起身：“你还回来做什么？这个家跟你没关系了。”我扯了扯嘴角，别有深意道：“妈，我还没说我来的目的呢，你这么激动做什么？难不成怕我说出什么？”婆婆扬着脖子狡辩：“有你这样不知羞耻的儿媳妇，我激动点怎么了？难道还要眼睁睁地看着你败坏我们家的名声不成？”我毫不客气地回怼：“败坏名声？败坏名声的人是不是我还不一定呢？你可别把话说早了。”婆婆的脸一阵白一阵红，看向我的眼睛里满是怨恨。李渊抬头看向我，语气不耐：“你来做什么？”我将包里的离婚协议扔在桌上：“签字吧，懒得再跟你们纠缠。安安归我，其余财产写得清清楚楚。”他随意翻了翻，像是看见了什么好笑的东西：“周依林，你脑子没坏吧？你婚内出轨，生下别人的孩子，居然还想跟我平分房产，你是不是白日梦做多了？”一听这话，公公也暴怒了：“你要脸吗？干出这种事还不带着你的野种走远点？
还好意思回来要房子要钱？怎么会有你这种没皮没脸的女人？我扯了个白眼，我怎么就不能回来了？这个房子当初一半钱款可是我家出的，银行的收据都还在呢，我凭什么不能拿回来？再说了，你们说我婚内出轨就出轨吗？这也要看法院认不认，不是你们一张嘴就能乱说的。李渊瞪着我，你还想闹到法院去，还嫌自己做的事不够丢人？我轻笑了一声，想让我装哑巴也可以，那你就赶紧把字签了。你要是不签字，那我就只能让法院来判了，看看他们会不会站在你们那边。随后我看着婆婆，莞尔一笑，妈，你说呢？法院是不是还会做一次亲子鉴定，看看我到底有没有婚内出轨？他们应该会秉公处理的，是吧？婆婆的脸肉眼可见的僵住，她咬紧了牙关看着李渊，儿子，跟这种女人没什么好纠缠的，咱也不是不讲理的人，他出的那部分还给他，免得他日后纠缠，咱也图个清净。李渊万分不解，妈，你说什么呢？他干出那种事，按理只能净身出户，我凭什么给他钱？就算是法院来判，也是我们有理。公公也忍不住斥骂，就是这房子就算烧成灰，我也不会给你这种女人。既然这样，那我就直接去法院起诉离婚了。那晚你推倒安安，导致她头部受伤流血，这已经属于家暴了。安安就是人证，我倒要看看法官会帮谁。到时候把你们七大姑八大姨的都叫来法院旁听。婆婆彻底急了，甚至有点语无伦次。不能去法院，小渊，你快签字。你事业正在上升期，难道想让这个女人毁了你的后半辈子吗？闹到法院，我们脸上就彻底挂不住了。李渊恶狠狠地瞪着我，一言不发，气氛僵持住。婆婆连忙拿起笔递到李渊手里，催促着他赶紧签字。你那晚对安安动手是事实，你还想坐牢不成？赶紧签字吧，把钱给他就是了。我们不跟这种人纠缠。听着婆婆絮絮叨叨的怂恿，我好笑极了。这哪是害怕李渊坐牢，明明就是害怕我闹到法院，自己做的丑事公之于众。因为他也清楚，如果真的上了法庭，法院一定会让李渊和安安重新做亲子鉴定。按照公公的脾气，他到时候可有的受。李渊是真怕自己因为家暴安安坐牢。他瞪了我一眼，还是在离婚协议上签了字。我收起协议，看向卫生间的方向。我落了点东西，拿完就走。我进了卫生间，装好自己的生活用品，就关上门离开了。出来后，我又火急火燎地来到了医院，将包里的东西递了过去。我苦等了一天，才接到医院的电话。周依林是吗？你昨天在我们医院提交的亲子鉴定检测样本已经出结果了，两者不具备血缘关系。你有空的话来医院取报告。听着那头的答案，我扬起唇角，果然和我猜的一模一样。我将鉴定报告小心收好，盘算着什么时候将这个秘密公之于众，想象着到时候公公脸上的表情，别提我心里多爽了。和李渊办完离婚手续后，我催促他赶紧清算财产。李渊怒不可遏地骂我：“你就是个丧良心的人，给我戴了这么多年绿帽子，现在还拿我家暴安安来威胁我，我怎么早没有看出你的恶毒面目？”我面无表情道：“到底谁是丧良心的人？你很快就知道了。别说这么多废话，赶紧把属于我的钱转过来。”李渊将银行卡愤愤地扔过来：“不要再让我看见你！”我收起银行卡，莞尔一笑：“我们还会再见的，到时候送你一份大礼，就当是离婚礼物了。”看着李渊满眼的疑问，我踩着高跟鞋离开了。
好在我希冀本身就有一些存款，再加上拿回了当初结婚时出的这部分钱，我长舒了一口气，总算能安安稳稳地过日子了。所有欺负过我和安安的人，我会让你们如数还回来。我和李渊离婚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亲戚朋友那里，他们在家族群里对我大肆凌辱，丝毫不顾忌我还没退群。这些不堪入耳的话映入我的眼帘，我挑了挑眉，全部留作了证据，转头就提交给了警察。李渊气地质问我：我们都离婚了，你还想怎么样？你简直就是个毒妇！我没有回复，直接提着包去了原来的家。家里正乱成一锅粥，因为我举报他们诽谤造谣，估计他的几个好亲戚已经喜提派出所一日游。我敲了敲门，来开的人是李渊。几日不见，他像是沧桑了10岁，一副邋里邋遢的样子。你来干什么？还嫌害我们不够惨？你忘记了，我还有一份大礼没有送给你。我嫌弃地看了他一眼，翘起二郎腿坐在沙发上。公公婆婆都在家，见我来都是一副恨不得将我拆开撕碎的表情。我懒得跟他们兜圈子，直接将包里的鉴定报告扔在桌上。你们在想找我算账之前，还是先看看这个吧。这是我上次拿了你们俩的牙刷去做的亲子鉴定，这个锅扣在我头上这么久，我现在不想背了。公公率先拿起报告，仅一眼他就暴跳如雷：什么？你从哪里搞来的报告？小渊怎么可能不是我的亲生儿子？爸，你说什么？一听这话，李渊也傻了，赶忙拿起报告仔细看着。一旁的婆婆早就瘫软在地上，面色苍白，不敢看我们的眼睛。我拍了拍她的肩膀：妈，不，我现在应该叫你阿姨。这口锅我替你背了这么久，你该怎么报答我呢？婆婆依旧沉默不语，垂着头坐在地上。公公一把将她拽起来：你给我说清楚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添油加醋道：叔叔，你可看清楚了，这份报告与你当初拿的是不是一模一样？可别又污蔑我报告造假呢。公公一向精明，他当然能看得出2份报告都是出自同一家医院，不可能有假。他紧紧拽着婆婆的胳膊，双目猩红：你给我说清楚，李渊到底是谁的儿子？这么多年了，你骗了我这么多年。婆婆嘴唇颤抖，言辞含糊，听不清在狡辩什么，脸上满是心虚。她仍不承认这个报告是假的，是假的。我轻笑一声，我说：阿姨呀，你当初把这口锅扣在我头上的时候，可没想到还有今天吧？报告有假，血型能有假吗？你们夫妻俩都是 O 型血，李渊怎么可能会是个型血？李渊也后知后觉地反应了过来：爸，这个报告是什么意思？我怎么会跟你没有血缘关系？公公抬手就是给他一巴掌：你别叫我爸，你自己去问问你妈，你的亲爹是谁？他看向一旁发愣的婆婆：妈，你说话呀！婆婆始终沉默不语，只是默默掉眼泪，这等于默认了一切。我慢条斯理地站起身，看向公公：我早就跟你说过了，安安就是李渊的亲生儿子，可你们倒好，没有一个人愿意相信。这下能说得通了，李渊不是你的亲儿子，安安自然也不是你的亲孙子，怎么会有血缘关系呢？公公咬牙切齿地看着婆婆，双手握得越来越紧。我继续说：傻眼了吧？我当时怎么跟你们说的？你们偏不信，还拦着我不让安安和李渊再做亲子鉴定，这下老实了吧？公公看向婆婆：是你拦着依林做亲子鉴定的，原来你一开始就想赖到依林身上，明明就是你干的这些丑事，这么多年我居然都没有察觉。你说李渊到底是你和谁生的？
李渊也满脸的怨恨：“妈，你害得我和依林离婚了，安安就是我的亲儿子。”婆婆终于控制不住情绪，她看着我：“你都已经带着钱离婚了，为什么还要回来？这件事我瞒了30年，全毁在你手里了。”我扯起白眼：“是你先害我的，安安才3岁，大晚上的你们就将我们母子扫地出门，怎么还不允许别人还回来了？我告诉你，这就是恶有恶报。你不会真的以为这件事能被你瞒一辈子吧？还是你觉得我心甘情愿当冤大头？”公公气得浑身发抖，他狠狠地甩了婆婆一巴掌。30年，我居然帮别人养了30年的儿子。李渊想安慰他，却被公公推开：“你们这对不要脸的母子，活生生骗了我30年，我掐死你！”公公说着，就上前扼住了婆婆的脖子，两个人扭打在一起。婆婆根本招架不住，看向李渊：“小渊，你快来帮帮我，他要打死我了！”看着李渊站在原地一动不动的样子，我皱了皱眉，提着包离开了。临走前，还贴心地拍了照片发到了家族群里，还附上一句话：“谁不是亲生的还不一定呢。”隔着门，我都听到了里面的厮打声。我抬脚往楼下走，从没觉得心情如此愉悦过。在听到他们一家人的消息时，居然是从警察嘴里。据他们所说，那天接到邻居报案，说隔壁好像有人打架，好像还闹出了人命，他们才赶到了李渊家。警察进门的时候，婆婆已经被公公打得不成样子，满头满脸的血，李渊身上也沾染了血迹。公公手里还提着碎裂的酒瓶，坐在地上大喘气。后来警察及时将婆婆送去医院，虽然捡回了一条命，但是后半辈子估计都要在医院度过了。我将自己知道的全部告诉了警察，就像是在讲一个极其狗血的故事。好的，后续我们可能还会找你了解情况，请你积极配合。送走警察，我准备去接安安放学，却没想在学校门口碰到了李渊，他一把就抓住了我的胳膊：“意林，我错了，我当初不该怀疑你，你原谅我吧。”看在我是安安爸爸的面子上，幼儿园门口人正多，我强压着内心的情绪，挣开了他的手：“滚远一点。现在想起来，你是安安爸爸了。当时大半夜将我们赶出去的时候，你可不是这么说的。还有，你是不是忘记了一点？我们已经离婚了，安安归我。”李渊死皮赖脸地站在我面前：“意林，你就原谅我吧。要不是我妈故意怂恿，我也不会那么对你的。她现在躺在医院里昏迷不醒，已经受到应有的报应了。你原谅我好不好？家里现在乱成一团，我不能没有你。”他还在我耳边絮絮叨叨，引得周围人都看着我们，从没发现李渊竟然这么卑鄙无耻。自己母亲躺在医院了，他还能说出受到报应这种话，难怪那天婆婆会被打成这个样子。李渊怕是也怪到了他头上，根本就没有拦着公公动手。他这种人骨子里就是自私和冷血，对自己的亲生母亲都能如此，更别提以后会怎么对我和安安了。我越想越烦躁，耐着性子继续说：“你说完了没？我们已经离婚了，你们家现在什么情况都跟我没关系。什么知错了？明明就是婆婆昏迷，公公入狱，自己身边没有保姆伺候罢了，还说得如此冠冕堂皇。”听着这些虚伪的话，我觉得嘲讽极了。眼看老师就要带安安出来了，我抬脚就要走，李渊却突然跪在我面前，还挤出了2行泪：“依林，不，老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我妈现在躺在医院里，没人照顾，我还要工作赚钱，一个人真的顾不过来。看在我们夫妻一场的份上，你就回来吧。只要你回来，
我把房子挪到你名下。我顾不上旁人异样的眼光，大声呵斥道：夫妻一场，提起跟你的这几年，我都想吐。怎么家里没有保姆了，想起我了，还拿我当冤大头呢？我带着儿子好好的日子不过，跑去伺候你妈，你做什么梦呢？李渊被我骂得没了面子，垂着头一言不发。老师带着安安站在门口，我看向李渊，以后别再来找我，滚远一点。这是你当时送我的话，现在送给你。对了，你还有个亲爹啊，现在过得这么困难，可以去找他，别来烦我。李渊气得站了起来，你扔下这句话，我就拉着安安上了一旁的出租车，扬长而去，没有再理会僵在原地的李渊。思来想去，我还是决定带着安安离开这个地方。如果继续待下去，李渊指不定还会来骚扰我们多少次呢。主意拿定，我给安安办理了转学申请。如我所料，李渊果然对我们不依不饶，三番四次的给我打电话发消息，想让我回心转意。一开始我都没有理会，他却愈发变本加厉，开始对我进行电话轰炸，还找到我住的地方赖着不走。他跪在门口痛哭流涕，嘴里念叨着：老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安安不能没有父亲，你就回来吧。周围的邻居还以为我们是吵架分居，还上前来劝说我，夫妻哪有不闹矛盾的，各退一步就过了。我反手就将李渊推进邻居家里，扯起白眼：那你退一步，把他带回家吧，这个老公我送你了，而且我们已经离婚了，算哪门子夫妻？李渊本就是个爱面子的人，被我弄得颜面尽失，他气急败坏，开始砸我的门。警察来的时候，他手里还拿着一块板砖。李渊愤愤地看着我，就算我们离婚了，也改变不了安安是我的儿子这个事实。我笑了，悄悄凑到他耳边，故作神秘道：你和安安从没做过亲子鉴定，你怎么就确定安安是你的儿子？李渊整个人都僵住，用不可思议的眼神看着我，随即被警察带走。他临上车时还没忘咒骂我：周依林，你这个无耻的女人，你给我说清楚，安安到底是不是我的儿子？我略显深意地笑着，没有说话。随后买了最近的一趟航班，准备带着安安离开这个城市。李渊寻衅滋事，还破坏公物，扰乱治安，没个一周是出不来的，更别想以后还来骚扰我们。飞机上，安安歪着头问我：妈妈，我们去哪里呀？我看着脚下的城市渐渐消失在云层中，摸了摸他的头，去一个别人找不到的地方。妈妈带着你，别害怕。安安咧着牙笑：我才不怕呢。半天，他又问我：妈妈，我有爸爸吗？我想了想，温声回答：从前有，但是以后没有了。安安没有再问，歪着头看窗外的风景。我突然想起了最后跟李渊说的话，只是随口说了2句罢了。他依旧还在怀疑，以为所有人都和他们一家人一样无耻。我离开他是最正确的选择，这也是他们一家人应得的报应。飞机落地，我拉着安安往门口走，外面阳光正好，适合开启新生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